本期视频为为美好的世界献上祝福的第13卷的下半部分。上期不是说了阿奎亚一夜未归吗？到这一期你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因为内容有点长，所以我们废话不多说，直接开始。上期我们说到了薇子一夜未归，原来前一天晚上，一个黑袍斗帽男拦住了薇子，并跟薇子说。然后说完，自称迪克的人就要脱掉长袍，薇子因为害羞就逃走了。随后薇子召唤了大量的亡灵探寻这个跟踪狂的动向，但是这个叫迪克的人好像会净化技能，把这些亡灵都给净化了。薇子此时在店里请求巴尼尔帮忙看一看对方在哪里，巴尼尔却没好气的说，你一个剩女老板能被人看上，你还不如直接从了对方呢。这时候迪克写的信竟然寄到了薇子的魔道具店，说第二天会在镇外的荒野等薇子。本来这只是薇子的事情，但何真出于关心朋友也有可能是想薇子是自己的后宫之一。第二天何真还是利用隐匿技能，带着小队用毒唇术来到了约会地点，偷听了薇子和迪克的对话。迪克一见到薇子就说道，第一次听到你在开魔道具店的时候，我还以为自己听错了，我满脑子里面都在想你。薇子打断了对话，说你就算再怎么样也不能当街耍流氓嘛。然后迪克说道，当时在街上行动确实太冲动，姑且我还是算找了一个没人看见的巷子。薇子立马又打断了对话，说不是有没有人看到的问题，而是应该彼此熟络了一些再做这些事儿吧。迪克好像明白了什么，于是说道，对，我知道你的事儿，但你还不知道我是谁，确实挺不公平的。那我自我介绍一下，我叫迪克，是上级火焰魔法师。薇子又打断了迪克的话，问你连我们俩属性不合这个事你都不想隐瞒吗？迪克回道，这有什么大不了的？我知道你还是人类的时候，人家都叫你冰之魔女，只要有关你的事情我都知道，我可能是世界上最了解你的人。薇子依旧打断了迪克的话，说道，你知道我是巫妖，你还来找我？迪克说，不就是个巫妖吗？不足为惧。就这样，迪克说一段，薇子抢答一段，急的迪克赶忙直切主题，跟薇子说，我是来让你辞去现在的工作，然后由我来接手的。迪克召唤了魔法阵，然后薇子惊呼，你是要让我走入家庭吗？没等薇子惊呼完，迪克呐喊着说，你的工作由我接手，所以我要出招了。还没等迪克做出反应，薇子就用传送魔法逃离了现场。而隔壁偷听的何真认为这个迪克喜欢薇子喜欢的是真露骨啊。后来连续3天薇子一直都没有回到店里面，何真也很担心，决定晚上出门跟朋友们去魅魔店里面享受享受。结果约朋友在酒吧见面的时候，何真却遇到了迪克。何真出于帮薇子来试探迪克是不是渣男的想法，于是就跑去主动与迪克接触。迪克一听到来人是佐藤何真，瞬间精神百倍。何真心说，我的名声都远扬到这个地步了吗？接着迪克说道，你是那个连狗头人都打不赢，只会在背后给同伴下指令的何真。原来迪克根本就没有把何真放在眼里面，搞得何真特别生气。可正当迪克说完就要走，何真问迪克，你来这个镇上是找薇子的吧？迪克立马掏出了小刀抵在了何真的脖子上，威慑十足的问何真，你到底知道多少？你和薇子什么关系？何真则说，哎呀，好兄弟啊，你先冷静点啦，我和薇子其实是好朋友啦。迪克听完收起了刀。何真一看这个架势，觉得迪克对薇子那绝对是真爱啊，于是他就跟迪克说道，你放心，我知道你的目标是薇子，但我支持你。就这句话把迪克吓了一跳。何真仿佛情感老师一样教导着迪克，你要追薇子，不如坐下来好好沟通沟通，而且你最大的阻碍其实是巴尼尔啊。聊到巴尼尔的时候，迪克仿佛若有所思，但迪克还是说道他不会退缩的。通过这个话题，俩人越聊越投机。等到第二天，何真刚回到家，残虐宫就突然拜访了何真家，说要去帮忙劝架。原来薇子突然回店里了，但是薇子和巴尼尔一见面就吵了起来。薇子好像被迪克的告白弄得非常动摇，但却感觉他好像舍不得巴尼尔一样。明明巴尼尔这个恶魔是没有性别的。巴尼尔被薇子的胡搅蛮缠整得特别没辙，只好说，我帮你用千里眼看一看这个迪克的未来，如果迪克这个人有问题，我帮你赶走这个人就是了。结果看了未来以后，巴尼尔笑出了声，并告诉薇子和何真他们，当薇子回应那个叫迪克的男人的心意时，最幸福的人就会随之诞生。薇子像是心头石落地了一样，听完就老老实实的回去工作了。何真见劝架结束，于是再次回到了豪宅。阿库亚却突然说道，女神的直觉告诉他，能喜欢上一个巫妖的人绝对有问题。于是阿库亚决定让慧慧和达克尼斯去色诱迪克。慧慧听完当时就逃出了家门。本来达
克尼斯也是不愿意的。结果何真说我想体会一下那个有名的 NTR 是啥感觉。达克尼斯竟然觉得感同身受，于是当天夜里，达克尼斯穿上了一身耀眼的晚礼服，跑到了酒吧里去找迪克。达克尼斯一见到迪克就热情的搭讪，迪克看了一眼就回道：你是出来卖的吗？我不需要。无论达克尼斯怎么搭讪，迪克都不正眼看他一下。最后气的达克尼斯回家把鼓吹让他去色诱的何真揍了一顿。阿库亚则是因为跑得快，达克尼斯没有来得及教训阿库亚。等第二天，何真发现阿库亚在豪宅里种地的时候，何真本打算跑来找阿库亚算账，凭啥就他要挨达克尼斯的打？但是来了以后却发现田里面长出了一个小巧的女孩，而这个女孩其实就是会劝人自杀、吸收人尸体当养分的安乐少女的幼苗。巧的是，慧慧也满身泥土的突然回到了家里。原来阿库亚提议去色诱迪克的那一天，他就跑去找云云，缠着他回到村里面继续去做那个族长的试炼去了。结果他俩去试炼的时候，慧慧觉得解谜他嫌麻烦，所以2次试炼慧慧都把试炼馆给炸了。现在的慧慧被彻底取消了参与资格。不过回来的时机还真不巧，此时的达克尼斯也来到了田地附近，抓到了阿库亚和慧慧养怪物的证据。正当达克尼斯要销毁田地的时候，何真却说让阿库亚养吧。所有人都在诧异何真这是咋了的时候，何真说道：这个杀来练等级应该挺不错的。气得阿库亚大骂何真，你这人真没人性。不过何真这时候又把话题故意往迪克身上引导，慧慧死活不乐意去做什么色诱别的男人的事情。最后没有办法，阿库亚亲自出马。当天夜里，阿库亚穿成了普通村女的样子跑来跟迪克搭讪，何真则和慧慧他们躲在边上偷听。结果阿库亚和迪克2个人觉得对方都很纯洁，因为感受不到对方身上的邪气，所以阿库亚和迪克越聊越投机，甚至一起诋毁起了厄里斯女神的胸是垫出来的。但何真却感觉迪克专一的形象在他的心里迅速的崩塌了。何真偷听了一半，实在听不下去了，就带慧慧他们回家了。结果阿库亚第2天才回家。阿库亚一夜未归，早上回来还跟何真说，昨天他和迪克玩了一晚上成年人玩的游戏其实指的是玩赌骰子然后阿库亚一直输，所以没钱后他拿身体垫付了其实指的是阿库亚对贝类花草的一些知识，教会迪克如何辨别作为赌资。不过阿库亚也说，他当时也透露给了迪克，说自己是薇子的好朋友，所以迪克就让阿库亚帮忙送一下信。何真后来也跟着阿库亚来到了魔道具店送信。阿库亚一来就又把残虐宫给净化了似乎阿库亚已经爱上了消灭企鹅男的游戏。在巴尼尔帮助残虐宫复活的时候，薇子则说他决定了，他要跟巴尼尔一起经营这家店。他无法回应迪克的心意，但是巴尼尔却一个劲的嫌弃薇子。最后在阿库亚和巴尼尔的鼓吹之下，薇子还是打算应邀去与迪克说个清楚。于是薇子盛装打扮，前往信件里说的约会地点城镇的公墓。何真这个时候隐约感觉到有点不对劲了，但说不出来哪里不对劲。等薇子他们一来，迪克发现何真他们也来了，大感吃惊。不过薇子立马就跟迪克坦白，我已经跟一个怪胎朋友约好了，所以我无法回应你迪克的心意。迪克则说，你让我吃了不少苦头但你这话正合我的心意。于是薇子和迪克2个人就边说边狂轰乱炸起了魔法，打了起来。迪克突然使用起了高阶的神圣魔法，伤到了薇子，但是薇子依旧没有落入下风。打着打着，薇子突然说道，我们俩的事情能不能先不从辞掉工作就结婚开始，而是先从成为普通朋友再开始交往，它不好吗？这时候迪克突然停下了手里的动作，浑身颤抖着。躲在一旁的何真他们以为一场因爱而烦恼被甩掉的大作战到此结束了，全体高兴地跳了出来，一边庆祝迪克被甩，一边说误会解除了，大家交个朋友不就好了吗？迪克混乱的仰天思索，最后双手掩面的说道，我是要你这个女人辞掉魔王干部的工作。话音刚落，迪克终于脱掉了披风，露出了胸口印着魔王军的徽章。阿库亚见状就骂，原来你是一个垃圾堕天使迪克也说，我靠，我以为你谁呢？一边说厄里斯女神的坏话，一边大骂不死者，还说自己是女神。原来你是个疯女人啊！这个时候，巴尼尔也从公墓中出现，哈哈大笑的说道：“迪克是个渴望魔王军干部头衔的人，原本就是个女神的跑腿小弟，现在堕落后，更像个窝囊废了。”这个时候，迪克却把脸转向了何真，说道：“哦，原来如此。我说一个被狗头人都能打死的人，怎么会干掉那么多魔王军干部？原来一开始在酒吧里说支持我，就是找机会找帮手把我包围，是吗？”
嘛，现在把巴尼尔大人都请来了，好一个奇测试啊！何真表示我干什么了？迪克接着说道，幸亏我之前就已经回函向魔王报告了此事，要不了多久，魔王军就会把这里当作重要的攻略据点。何真瞬间觉得，哎呀，完了，自己悠闲的后宫生活的梦想要碎掉了。但下一秒，迪克就直接被威子给秒了。威子觉得自己被人玩弄了感情，不过威子心软，本想放迪克一马，可是迪克趁大家不备，掏出了小刀，准备把自己化身成巫妖。大家都在担心，堕天使没有变成巫妖之前，就能和威子打得不分上下。如果迪克变成了巫妖，恐怕会成为史上最厉害的巫妖。就在迪克变身成巫妖的那一瞬间，阿库亚直接偷袭了迪克，把他的力量全净化掉了。迪克整个人变成了一个半透明的状态。迪克知道这下完了，为了保命，他突然打算用骗婚的套路让威子放他一马。就在烂好人的威子犹豫之时，巴尼尔却说道，其实天使和恶魔是一样的没有固定性别。就听嘣的一声，威子用爆裂魔法把迪克炸得渣都不剩了。最后威子哭哭啼啼的回到了店里。巴尼尔本来想劝威子说，我们俩都是不老不死之身，在未来我实现打造地城之前，我可以一直陪你。威子听完这话后就问道，巴尼尔，你是不是地城一直无法完成，你就会一直陪着我？巴尼尔从此下定决心要压榨到威子不能动为止。何真他们解决了事端后，回到了豪宅，轻松的聊起了结婚的话题。正当阿奎亚因为想要爆料达克尼斯有妄想日记而两个人扭打在一起的时候，慧慧却偷偷的问何真，你想要几个孩子？这击之球打得何真疯狂思索要不要去巴尼尔那边买些避孕工具。而就在这时，云云却再一次跑到了何真的豪宅，哭丧着说，考验已经失败2次了，我已经没有退路了。好了，以上就是为美好的世界献上祝福的第13卷的下半部分，各位觉得怎么样了？老样子，点赞过3万，我就1天之内做出下一卷的视频，望各位多多点赞，多多支持。慧慧突然回了老家，达克尼斯趁机遇事袭击了何真，阿库亚与男人约会，一夜未归。各位观众老爷们好，今天我们接着上一期继续说一说为美好的世界献上祝福的第13卷给巫妖的挑战书的上半部分。对，没错，后面的故事都比较长，不好压缩成一期，所以可能基本上都是分上下期的，望各位理解。看副标题，这一次的故事是围绕着模具店的老板娘薇子身边而展开的。那么何真他们到底和薇子发生了怎样有趣的故事呢？且听我细细道来。上期的最后我们说了，达克尼斯和何真弄来了解药，彻底治好了达克尼斯的小堂妹。于是小堂妹就想挨个去谢谢那些帮助过她的人。可达克尼斯一带堂妹来到冒险者公会，其他冒险者们就对达克尼斯叫道，妈妈，我要喝奶。估计冒险者们还在因为被征收了重税而故意记仇，调侃达克尼斯，气得达克尼斯要把身边调侃他的女冒险者的胸给拧下来。好在有何真出面帮达克尼斯解围，何真当众就说，达克尼斯的胸是我的，搞得公会里面变得更加热闹了。在这个之后，何真依旧很少出去工作，他选择花大价钱去买龙肉来吃，来提升经验。但龙肉其实很难吃，何真后悔已经来不及了。而阿库亚因为老乱花钱，存款见底，于是他就开始做起了手办，打算卖给面具男巴尼尔挣点钱。他一共做了2个，第2版的慧慧版甚至可以脱掉内裤，何真当场就把它买了下来。而第1版卖给巴尼尔的手办是达克尼斯睡衣版，吓得达克尼斯当时就冲出去找巴尼尔了。这时候云云正好来做客，云云带着村里寄来的信告诉慧慧，村里面现在要搞组长的候选人测试了，但没有你，我只是给你来看一看的，怕不告诉你就走了，你会来怪我。不出所料，云云果然就被慧慧打了，但何真还是让云云留下来一起吃饭。结果云云又是吃了何真那个特别难吃的龙肉，泡的茶水还被阿库亚一碰就变成了白开水，搞得云云以为自己被人嫌弃了，哭哭啼啼就跑回家了。第2天，何真来找巴尼尔玩，想买点生活用品，结果一来就碰到了上一卷里面关底 BOSS 残虐宫。幸好何真跟残虐宫没有敌意，所以阿库亚直接就进化了残虐宫，差点就把这个恶魔给超度了。巴尼尔一边骂阿库亚不分青红皂白，一边分自己的能量复活了残虐宫。原来自打何真他们走了以后，残虐宫每天都在遭受厄里斯女神的袭击，半条命都快要被打没了。他实在是没有办法，只好跑巴尼尔这边来避难。大善人阿库亚听完了残虐宫的遭遇之后，同情的说道，我会见你一次杀你一次。何真心想，这到底谁才是恶魔呀？不过后来达克尼斯和小堂妹
也来到了道具店，在他俩和和真的求情之下，阿库亚才对残虐宫说道：等他们不在的时候，你给我小心一点。好在这个时候镇上突然来了10年难遇的大型乌龟，因为乌龟壳上全是地底的珍稀矿物以及拟态妖怪，威子和巴尼尔他们都为了挣钱店都不要了，就冲出去挖矿了。阿库亚索性放过了残虐宫，带着和真他们与冒险者们一起挖起了宝，大家也趁着这个机会一起挣了一大波钱。阿库亚也终于有了钱，然后又把钱挥霍拿去买了蔬菜种子，在豪宅的院子里种起了地。这个世界其实种地是需要牌照的，因为植物都是活物，会变成怪物去攻击人类。但阿库亚不管这一套，带着同样有兴趣的慧慧种起了青椒、萝卜和秋刀鱼。对，这个异世界的秋刀鱼竟然是从地里面种出来的。就在此时，云云又来拜访和真了。原来组长的考验需要2个人配合才行，但镇上的冒险者们因为跑去挖了矿，又都变成了有钱人，都在享受，所以不乐意去帮云云。于是云云只好来求和真，慧慧当场醋坛子打翻，逼着云云跟自己组队回村去接受考验。临走前，慧慧嘱托阿库亚监视和真和达克尼斯，别让他俩发生糜烂的关系。阿库亚立马表示，我一定会提醒他们做好避孕工作。气得慧慧大吼，是别让他们俩独处啦。第二天慧慧走后，因为阿库亚说漏了嘴，达克尼斯开始极力反对阿库亚种地的事情。在2人争吵的时候，和真却发现早报上刊登了他们小队丰功伟绩的专栏，但除了和真的事情是一笔带过以外，慧慧、达克尼斯甚至是阿库亚都被夸得天花乱坠。和真一想到现在只有自己是10几级，小队其他成员都是20多级，和真就急了。于是和真跟阿库亚他们主张，趁着等级最高的慧慧还没有回来之前，他们3个人偷偷去练级，给慧慧一个惊喜。于是阿库亚立马就想到了一个简单的练级方法，然后他们来到了镇上，阿库亚直接跑去偷袭了残虐宫，然后喊巴尼尔来复活，以此往复卡 bug 升级。和真看着残虐宫的采样，顿感良心刺痛，最后还是带着阿库亚他们准备去狩猎蟾蜍来练等级。结果因为之前大乌龟来了以后，低等级的怪物都躲了起来，为了找到他们，和真用自制的炸药想引蛙出洞，结果直接把蟾蜍大军全惊醒了。最终只有穿了铠甲的达克尼斯没有被吞。和真虽然也被吞了，但他的吸引力没有阿库亚大。和真都开始怀疑蟾蜍该不会真的是魔王造出来专门对付女神的吧。3人好不容易打完怪，逃回了豪宅。等阿库亚洗完澡出来，和真已经入浴室，就累得睡着了。等再醒过来的时候，达克尼斯也跑到了浴室里面。此时达克尼斯身穿比基尼泳衣，外面包着毛巾，但还是吓得和真大叫。达克尼斯赶忙捂住和真的嘴，问你在鬼叫什么呀？和真说，女生洗澡被男生偷窥了，男生就叫色狼袭击，男生洗澡被女生偷袭了，最后还是男生被当色狼。凭什么？不公平！我是男女平等主义者。达克尼斯拗不过和真，只好战战兢兢的跟和真说，我只是来给你洗个背罢了。和真是一边欣然接受了达克尼斯的提议，一边舒服的发出了奇怪的叫声，搞得达克尼斯大声抗议，你这个人怎么那么猥琐呀？和真却反问，为啥你达克尼斯要提供起搓澡服务啊？是这么想要挣零花钱吗？但达克尼斯说，这只是用来答谢和真之前救了自己堂妹来做的报恩罢了。和真却若有所思的问道，你不会搓完就想走吧？达克尼斯顿感震惊，你不是已经有慧慧了吗？而和真则反问道，那你还不是说过你要继续喜欢我吗？达克尼斯听完吞了一口口水，试探着问和真，那你是要放弃慧慧选择我了吗？和真立马肯定的回道，这倒不会，我是贯彻始终的男人，不可能半途而废找别人的，也不会脚踏2只船。达克尼斯被和真绕晕了。偏偏喜欢你这种人。说完，达克尼斯就打算离开浴室，结果和真突然用起了激将法，这招果然有效。达克尼斯气地说，只会搓背，不会做别的事哦，就继续给和真搓澡了。搓着搓着，和真放在2腿之间的毛巾中间自己动了起来。和真说，这只是魔术。气得达克尼斯大骂，你这个渣男，你根本就配不上纯真的慧慧，你赶紧跟他分手吧。和真惬意地说道，谁要听你的呀？慧慧心里只有我，我要让
让慧慧好好的宠我。达克尼斯气着气着就突然幡然醒悟的说道，我懂了，我要制造可以向慧慧告状，让她知道你这个男人到底有多烂的状况，只要慧慧越来越讨厌你，就不会伤害到她。于是达克尼斯就直接压在了何真的身上。何真一边大叫一边说，我有慧慧啦，我不会让你称心如意的，把手放开。达克尼斯说，哟，嘴上喊的那么大声，却一点技能都不用嘛，我看你是很期待吧。那我接下来就要做点我也不知道的。然后就听门外的一个声音问道，你也不知道的什么呀？声音的主人是刚刚回家来看情况的慧慧。何真见状立马大叫道，救命啊，慧慧，我要被这个女人侵犯啦。第二天何真还跑到了公会里面，跟其他冒险者聊起了自己昨天是怎样被2个女人喜欢的故事。被别的冒险者捧得忘乎所以的何真顺带秀了一下王城的报纸里刊登自己的报道，结果本以为会得到更多赞誉的何真得到的却是害怕与疏远，因为何真这个报道可能会让他被寻求强者的冒险者给盯上。回家后小队的报道已经传开了，达克尼斯得知其实是慧慧和何真冒用了达克尼斯家族的名义施压才有的这个报道后，达克尼斯正想向慧慧发飙，结果慧慧反过来却怼达克尼斯，反正我会保护何真，你不用担心。达克尼斯说，你为啥要宠这个渣男呢？到底发生了什么呀？慧慧说，发生了什么？不就是某个女人抓着别人看上的男人，又是亲又是舔又是含的吗？2个女人就为此事battle了起来，而旁边的何真却说道，哎呀，我真想再听一次慧慧说我的男人。阿库亚听着当场就拍起了桌子，表示自己跟何真在一起是最久的，我咋就一点情愫都没有呢？何真则表示唯独这件事情他和阿库亚看法一致，于是阿库亚和何真也打了起来。正当4人混战的时候，何真他们不小心看到了窗外的景象，吓得全员呆立在那里。原来此时的外面到处都是孤魂野鬼，明明阿库亚定期会去墓地除灵，所以大家一致认为这可能是镇上唯一的死灵法师微子搞的鬼。第二天一大早，阿库亚和何真就跑到了微子店里探寻情况，却发现只有面具男巴尼尔在，微子似乎1个晚上都没有回来，而且微子好像是跟一个不知道从哪里来的男人一起玩到了天亮。正当阿库亚惊呼怎么最近大家都被爱情冲昏头脑时，微子突然用魔法阵传送回到了店里，并且喊着巴尼尔救命。阿库亚听到后立马用净化魔法打的微子差点消失，美其名曰用的是刀背，说只是教训一下不好好处理亡魂偷玩的人。等微子被巴尼尔救活以后，微子一边求饶一边说道，我被跟踪狂跟踪了。好了，本期视频就先做到这里，听得过不过瘾呢？喜欢本期视频的朋友点赞过2万，我就1天之内把13卷的下半部分给它做出来，望大家能多多点赞，多多支持。本期为美好的世界献上祝福的第12卷的下半部分，因为内容有点多，所以废话不多说，我们直接开始。达克尼斯和何真手铐在一起躺在床上，何真第一次看到了达克尼斯哭得跟孩子一样，而达克尼斯一边哭一边说，我很珍惜何真你给我的幸福，如果可以大家维持现状，那我可以。何真没等达克尼斯说完就立马从床上起身，表示谢谢何真能这么痛快的给他一个了断，但他以后依旧还会喜欢着何真。说完，达克尼斯就打算潇洒离去，然后就听啪的一声，达克尼斯的面门砸在了床的边缘，因为他忘了他跟何真还手铐在一起呢。此时达克尼斯因为过于丢脸，双手抱膝，把脸埋在膝盖里，幸好何真还算体贴，所以噗呲笑出了声。达克尼斯也决定了要当场杀了何真，然后再自杀。之前的情调瞬间消失，立马
马变成了铁链生死斗。和珍还不幸的被达克尼斯给抓住了，为了保命，和珍闭上眼睛，打算挨达克尼斯一拳作为之前笑话他的惩罚。就在和珍浑身紧绷准备接招的时候，达克尼斯直接嘴对嘴吻了和珍。还没等和珍反应过来，达克尼斯就一把把和珍推倒在床上，然后控制住和珍的双手，在和珍的耳边说道：我刚才本来都打算放弃了，都是你不好，明天之后我会谨守分寸，但今天达克尼斯说着就一把坐到了和珍的身上。不过问题来了，达克尼斯因为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根本不知道后面该做什么。和珍则一边呼救一边问达克尼斯：你的动作为啥停下来了呀？达克尼斯也老实的回答道：我的双手用来压制你了，我也不知道后面该怎么办了。和珍松了一口气说道：笨蛋，你不还长了一张嘴吗？你看我上半身没有穿衣服，用你的脑袋想一想该做什么呀？达克尼斯仿佛恍然大悟，但舌头要去触碰和珍的身体的时候，达克尼斯却犹豫了起来。这时候和珍说道：不愧是达克尼斯，竟然吊我的胃口，我是不会屈服的，不要犹豫，快动手吧。接着和珍一边假装反抗，一边教达克尼斯下一步如何解开他的裤腰带。然后和珍还要求达克尼斯一边解一边说：你嘴上说不要，身体倒是挺老实的嘛。达克尼斯就这样一步一步的被和珍诱导着，快要把裤腰带解开时，一脸不高兴的慧慧和一脸疲惫的阿库亚打开了房门。和珍见状立马大叫：救命啊，慧慧，我要被这个女人侵犯了。大半夜，慧慧带着有夜视能力的阿库亚去豪宅院子里找钥匙，刚找到回来就听到了和珍房间里面的乱叫。和珍立马恶人先告状，达克尼斯也只好见到慧慧后跪坐着向慧慧认错。而在一旁幸灾乐祸的和珍被慧慧死死的盯着，和珍瞬间感觉像被看穿了一切，也跪在了慧慧的面前。慧慧并没有让达克尼斯道歉，反倒是问达克尼斯自己的心意有正式的传达了吗？看到没，这就是正宫的从容。慧慧仿佛算准了和珍最后一定会选他一样，根本没有把达克尼斯的夜袭当回事。直到他听到达克尼斯说两人都嘴对嘴亲过了以后，慧慧变得面目狰狞。一夜无苏，次日天明，吃早饭时，达克尼斯希望和珍能把前一天晚上的事情给忘掉。这时候阿库亚突然插嘴说：你怎么能喜欢和珍这种无药可救的人哦？哎呀，不可以哦，要善待自己哦。和珍立马就怼了回去，他说：我这都要和慧慧和达克尼斯过上三人打情骂俏的生活了，但对不起阿库亚，唯独你我无法当异性看待，你顶多和小吉小猫同一个地位。在阿库亚和和珍斗嘴期间，达克尼斯打算回老家去办点私事，而慧慧则跑去找云云去炫耀自己战胜了情敌。和珍和阿库亚则后来选择去了冒险公会，因为其他冒险者都交了重税，都变穷了，所以大家又忙着接起了任务，让这里显得格外热闹。但是很多人后来也知道收税这个事情就是达克尼斯搞出来的，于是他们都开始怀疑达克尼斯会不会拿钱用来一己私欲。有人甚至看到达克尼斯身穿一身 OL 装，跟一个小男孩一起不知道在干什么。阿库亚提议大家一起去看一看达克尼斯到底在做什么，不就得了吗？于是他们就来到了一家孤儿院，在门外就听见了达克尼斯和小男孩的对话声音。达克尼斯大人，这种事儿对我来说还太早吧？哈哈，你嘴上那么说，但你其实对这个很好奇，对吧？不用客气，尽管摸摸看。来，你摸摸看呀，这个已经是你的东西了。正当大家听得鼻血都快要出来的时候，不识相的阿库亚一把推开了孤儿院的门，发现达克尼斯只不过是在给孩子们发新书。原来达克尼斯拿大家的税金把这家孤儿院改造成了学校，给当地的孩子们上课而已。可正当冒险者们对达克尼斯打趣以缓解尴尬时，教室里的小朋友们全部突然瘫倒在地。正好经常来照顾小朋友们的面具男巴尼尔此时赶到。巴尼尔见状赶忙告诉众人，这些孩子得了一种叫霍罗利的传染病，而传染病的根源是同在教室里的达克尼斯的堂妹。治疗其他的小朋友其实靠阿库亚就可以搞定，但要彻底根治堂妹给需要解药，可解药的配方里需要高位恶魔的指甲。然后阿库亚直接把巴尼尔打成了渣子，找起了指甲。巴尼尔气急败坏，告诉和珍他们，他真身在地狱里，在这里的只有面具，根本没有指甲提供。但巴尼尔给和珍推荐了一个人，这个人是这个国家的贵族，同时这个人也是高阶恶魔。慧慧因为会配药，而阿库亚要负责治疗其他孩子，所以只好由达克尼斯和和珍两人组队去这个恶魔贵族家里要指甲。出发前不放心的慧慧和阿库亚给和珍和达克尼斯他们送了从威兹店里买的礼物，慧慧送了一个移动厕所，而阿库亚送了一个避孕工具。
你是不是觉得慧慧送的这个移动厕所更加的实用些呢？不巧，这个更坑，因为里面装了一个超大声的防狼警报器，导致大半夜达克尼斯打算用它的时候，警报器招来了一堆野怪，害得何真他们不得不连夜赶路。不过也很快，何真和达克尼斯就来到了恶魔贵族的城堡门口，但门卫说没有预约，给通报了以后才能进去。可达克尼斯一反常态，揪着门卫想要硬闯城堡。何真赶忙劝阻道，就算知道你急着救堂妹，但是还有阿库亚在，你妹妹不会有事的。而达克尼斯则涨红着脸说，拜托了，拜托了，让我进去，借我用一下厕所行不行？后来何真和达克尼斯还是被请进了城堡。原来这个恶魔贵族叫残月宫，平时穿着一个企鹅样貌的玩偶装。他在得知是面具男巴尼尔介绍而来后，残月宫立马露出了恶魔的本性，开始刁难达克尼斯他们。因为残月宫以人类的屈辱和自卑感为食，所以残月宫要求让达克尼斯和自家的怪物仆从们进行对战，来满足残月宫的欲望，才能得到他的指甲。于是第一场对战，残月宫派来了几个哥布林，结果达克尼斯直接被哥布林打倒在地，还十分的享受。残月宫以为达克尼斯只是不屑与低等级的怪物进行对战，于是第二战放出了公的半兽人。公的半兽人以蹂躏女性的名声而令世间闻风丧胆，结果公的半兽人见到达克尼斯以后，立马害怕的退了回去。何真猜想这几个公的半兽人从达克尼斯身上可能感受到了可怕的母半兽人的气息。最后没有办法，残月宫决定亲自出马与达克尼斯对战，结果残月宫的实体是触手怪，好在达克尼斯是正直的圣骑士，于是达克尼斯快乐的被残月宫给击败了，还表示两人很合得来。最后何真他们还是被赶出了城堡，没能拿到恶魔的指甲。正当何真沮丧着想该怎么办时，克里斯却突然出现在了何真他们的面前。原来出发前达克尼斯向厄里斯女神祷告了他们此行的目的，所以厄里斯特地化身成克里斯来帮何真。为了不让一见到恶魔就会暴走的克里斯乱来，何真他们暂时隐瞒了残月宫的真身的事情。三人打算当夜潜伏进城堡偷袭残月宫。何真和克里斯本想在第一次当盗贼的达克尼斯面前装前辈表现一下，结果在爬墙的时候，克里斯和何真的体力根本爬不上去，最后是达克尼斯爬上墙，拉绳子把两人拽上去的。克里斯想要开城堡的暗门展示一下盗贼的技术时，却发现门根本是没有钥匙孔的超重石门，最后是被达克尼斯用力抬开的。后来何真他们遇到了公的半兽人的守卫，克里斯想要露一手盗贼的压制能力，结果克里斯差点被公的半兽人扒光了。好在后来达克尼斯冲出来制服了这些半兽人，克里斯当时还哭着说，完了，我嫁不出去了。不过在何真的帮助下，克里斯重新振作了起来，最终众人还是来到了残月宫的房间。一见到残月宫，克里斯就被可爱的企鹅服所吸引，问何真他不想攻击这么可爱的东西该怎么办。何真解释道，哎呀，不需要攻击啊，我们只需要企鹅服里面那位的指甲。还没等说完，克里斯立马一匕首就捅穿了残月宫。原来何真的这一句话就已经让克里斯知道了残月宫的真身是恶魔了。最终经过何真、克里斯和达克尼斯的三人协力，彻底的制服了残月宫，抢来了他的指甲。回城的途中，因为达克尼斯一直负责抱住残月宫，避免他逃走，导致他被吸取了很多能量而睡着了。克里斯则趁机中途下车，他怕回去以后碰到阿库亚被认出真实身份，便就此与何真告别。何真很快用带回来的指甲所调的药剂彻底治愈了达克尼斯的堂妹。于是第二天，何真小队加堂妹一起去到了慧慧之前练习爆裂魔法的鱼塘，来了一次家族野餐。趁着慧慧不注意的时候，达克尼斯对何真说，谢谢你又帮了我，然后偷袭了何真，亲了何真的脸一下，嘴上说着他不会对慧慧横刀夺爱，但达克尼斯也同时表示他越来越喜欢何真了。以上就是为美好的世界献上祝福的第12卷剩下的全部内容。各位老爷们觉得这一卷怎么样呢？老样子，如果点赞过3万，我们1天之内就更新干出第13卷的视频，望各位能够多多点赞，多多支持。